每当你向往冲绳蔚蓝的大海、惬意的氛围，准备出发时，是不是交通不便这件事总让你有些迟疑呢？冲绳真的只能自驾吗？或许我这里有另一种打开方式，是穿梭在晨光中的巴士，带你看遍海岸线的每一道蔚蓝，是划破碧波的高速船，一起探寻离岛未经雕琢的纯粹，是贴地飞行的单轨，链接起琉球的历史与都市的繁华，是用脚步丈量的街巷，邂逅陶瓦间的匠心与榕树下的日常。这是一场关于信任与发现的旅程。请跟我一起穿梭公路、车站和码头，来真切的体验冲绳的细节与温度。我入住的 RJ 酒店附近是美容桥，琉球王国时代的贸易核心通道，见证了琉球和中国、朝鲜之间极其密切的文化往来。杜家夫三良，汉名不详的中国瓦匠，400多年前在真玉桥开设了琉球第一座瓦器窑炉。不远处还有朝鲜人张献公的墓，当年被岛津氏从南原带回萨摩的他，辗转来到琉球，普及了陶工技艺。两位工匠的技艺至今依旧在胡通的街道上传承，但在前往那里之前，不妨提前准备好那霸市内公共交通一日游的必备工具——巴士一日票。国际通游客中心除了有文化体验项目，也出售丝瓜络、扶桑花、凤梨圈纹样的信封、红心染杯垫以及读卖巨人棒球队的周边。各类不同的公共交通通票信息也有集中公示，从国际通到湖雾通可以步行，还能跟路上的猫咪打个招呼。作为汇集琉球陶瓷文化精华的湖雾通，从1682年起存留至今。工艺类型以不上釉料素烧而成的荒烧和用铅釉或灰釉装饰表面光滑的上烧为代表。300多年前，琉球国王尚贤将各地窑厂集中于此，一方面应对激增的瓦片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迫于萨摩藩贸易剥削的压力。1970年之后，因为空气污染等原因，各家工坊的生产功能陆续迁出。现在的湖雾通仍然保留了300多年历史的南窑和100多年历史的东窑，但它们的功能也都已经从大规模生产转向了工艺传承与文化体验。在这里仔细观察，你还会有其他发现。金城武的本家也是陶艺世家吗？以松木为燃料，胎体厚重，带有自然灰釉形成的斑驳肌理，就是琉球柴烧大师金城次郎坚守的工艺特色。当然，除了金城家的工坊，另一个大家熟悉的琉球姓氏新源，在湖雾通也有陶瓷世家。虽然这条街表面看上去十分低调安静，但就有像清正工坊这样的店家，作品登上过上一期我们提到的2000年八国集团首脑峰会晚宴，成为国礼。新源家除了陶艺门市，还有没被二战波及一直留存下来的旧宅可以参观，旁边就是仍然保留烧制功能的东窑。在湖雾通的最东头，300多年前建村时挖的第一口井依然活水不竭。虽然自来水已经普及，但作为世代生息的见证，这口井依然是现在湖雾通居民祭拜的重要场所。因为雨越下越大，为了不耽误后续行程，在前往下一站之前，我要先回趟酒店，换上全套防水衣物。那霸市内巴士一日券覆盖的线路，车费都是同一价，前门上车，上车时直接向司机出示一日券即可。不过在往返酒店和下一站的路上，我遇到了许多朋友都提到过的巴士晚点问题，观察下来平均2到10分钟，要有点心理准备。稍微迟到2分钟之后，我们来到了体验琉球文化重头戏的地方——手里留染。这家工作室是由出身日本京都金友禅协会的山冈古都于1973年创立的。这里详细展示了琉球红心染等印染工艺。在1楼可以看到琉球特色布料，以线芭蕉叶纤维制成，非常轻盈透气凉爽的芭蕉布。当然也有常见的棉布和丝绸。3楼展示红心染使用的天然植物染料，
比如茜草、兰草、红树、浮木等。另外还有结合编织与印染的琉球更纱工艺的展示。红型染主要有2种不同的染色工艺，一种是行纸染色，另一种是统绘糊料。不过2种工序在染制完成之后，都要经过蒸制、水洗、干燥、整理等步骤。手里流染为游客准备的体验项目是珊瑚染，使用自然脱落的珊瑚横切面作为模板，先将布料覆盖捆扎，然后用红、黄、紫、蓝等颜色的天然染料以不同的力度擦拭，拓印出珊瑚的自然纹理。还可以通过多色叠加，模拟冲绳海水青、绿、紫交织的颜色质感，用自己的手来再现琉球群岛纯净的海洋生态，表达美好的幸福祈愿。在仔细观察老师的指导之后，我按照脑海里对座间卫岛海水的印象，完成了自己的托特包染色。如果你对师傅们完成的颜色更加纯净、色彩过渡更加自然细腻的珊瑚染感兴趣，1楼也有些成品可以买走。首里流染位于原先首里城第1坊门中山门附近，不远处就是琉球王国第2上氏王朝的王陵玉陵。1977年修复的玉陵葬下了截至1879年琉球被日本吞并为止16位国王或追封国王的瓮棺。不对外开放的东、中、西3墓室并列，国王、王妃以及世子安放在东室。玉陵以琉球石灰岩为主要建材，不使用灰浆，历经数百年风雨而不倒。墙体表面保留天然纹理，栏杆栏板上刻有莲花、狮子、麒麟等意象。玉陵向西300米就是琉球的象征之一首里门。首里之邦4字来自明神宗朱翊钧对琉球的称赞。3间4柱的首里门使用了无釉赤陶瓦，极富琉球特色。在外朝礼仪之门欢会门的左手边，能看到国王出巡时祈福的圆比乌舞御乐。穿过欢会门，右边的高处是连接内廷外朝的漏客门和因中山第1干路而得名的瑞泉门。许多人不知道，眼前庄严的首里城曾经在80年前被美军夷为平地，战争惨剧的答案就在不远处。1945年，日军第32军司令部刻意将首里城辟为指挥中枢，美军在总攻中彻底摧毁了这处无端被军国主义利用的王宫。同样毁于战火的还有圆觉寺，今天能看到的辩才天堂也是复原建筑。围绕辩才天堂的圆建池是当年招待中国使者举行船宴的所在。连接岸边和辩才天堂的天女桥在修复时遵照被毁的原物，使用琉球石灰岩榫卯拼接，栏杆雕刻俯仰莲花纹样。琉球与中国的文化联系远不止政权仪式、典章制度的层面。1392年，明太祖朱元璋应琉球中山国王的要求，派遣福建工匠、文人赴琉，定居九米村。自此，琉球和福建，尤其是福州，拥有了十分特殊的紧密关系。你很难想象，在今天那霸闹市中，居然坐落着一处原汁原味的福州风园林——福州园。3坊7巷同款马头墙，形状多变的漏窗，蜿蜒曲折的长廊，简直就像打开了福州旅行的时空之门。东野堂的龙柱展现了精湛的石雕工艺，接近圆雕的龙身盘旋在柱体上，呼之欲出，活灵活现。去过福州鱼山的朋友们对东野堂前北侧的石塔应该不陌生，这就是定光寺后面白塔的样子。那么毫无疑问，白塔对面另一座出檐更深的石塔，正是南门兜旁8角7层的乌塔。看过太湖石，穿过远观白塔乌塔视角最佳的凌波廊，也不要错过知春亭的藻井，层层斗拱如涡旋般收进，直至中心的悬垂8瓣宝莲。整个福州园的制高点是野亭，呈现的是福州城建起点，春秋时期越国铸剑师欧冶子铸剑处野山的景致。坐在野亭中向下眺望，整个福州园尽收眼底，玉兰榕树、双山双塔、
脚下又是欧冶池，一时之间真有点恍惚。据36姓，情比鸳鸯，根连左海，演500余年，夷坚金石，业创中山。琉球与福建的联系不只是史书传记，它早已成为今日冲绳俯拾可见的文化基因。整个冲绳之旅最后的行程是博港鱼市，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近海捕捞的金枪鱼现场交易。每天早上天没亮的时候，就会有渔船靠岸卸货。市场冷柜里看到的大块长鳍金枪鱼或者金枪鱼中腹，源头都在一门之隔的交易场地。博港鱼市保留了传统的看货、竞价、猜拳的交易流程。靠岸渔船上的渔货会通过吊机卸至码头，按大小、品种分类排列。买家会通过体型、鱼尾肌肉收缩度和颜色判定品相。经过出价和拍卖师确认后，工作人员会立即在鱼身贴上最高价买家商号标签，随后鱼就会被直接送进隔壁市场切割，或者用冷藏车运走。如果你想在这里直接尝尝鲜，也可以试试我在美食片里介绍过的马古亚hombo的金枪鱼冻。从博港鱼市返回酒店收好行李之后，就要准备回程去那霸机场了。从美容桥上车7站就到。那霸单轨可以透过玻璃看清驾驶室的配置， LCD 显示屏上有冷气、风扇、灯光状态，还有内外2圈的数字加指针速度表，以及速度表下方的垂直操纵杆。列车到站之后，出站按着沿路指示穿过过街通道，很快就能来到那霸机场国内线的部分。中间还会路过第一天刚到的时候等利木津的12号巴士站台。穿过购物长廊，步行大概10分钟就能来到国际线区域。2层的这块空间有冲绳47家泡盛酒造组合的集中展示，在这里可以简单的了解到泡盛风味的不同流派，比如代表离岛风土的一平屋酒造，与首里城瑞泉门同名的瑞泉酒造，以及开发暖流等威士忌风味泡盛的神村酒造等等。不过 check in 的话还是在第3层，完成手续之后再回到2楼办理安检、海关和出境等手续。很多人都吐槽过那霸机场整个离境过程效率低下，根据我的实际经验，提前2个半小时去排值机队伍问题不大。进安检之前，我又吃了个午餐肉玉子烧饭团，还去看了停机坪的观景台，有室内直面跑道的位置，可以看到日航、全日空、捷星日本的波音777以及空客 A320 等各种机型。另外，4楼的食物走廊尽头还有免费的室外观机位置，在这里可以更身临其境地观察飞机起降、廊桥连接以及推出试车等环节，只是会有非常强烈的引擎噪音。完成离境手续之后，安检区域内也有一些购物设施，比如上期去过的 DFS， 在这里也有免税门店，或者你在市区没有来得及吃 Blue Seal 冰淇淋，这里也有档口，只是价格会贵出将近40%，而且只能用现金。3期冲绳之行到这里就暂告段落了。还记得最初的疑问吗？不自驾，我们能抵达冲绳的蔚蓝与日常吗？我想这趟旅程已经给出了答案。从信息海滩的晨光到作间味岛的涛声与泪光，从国际通的喧嚣到首里城下的探寻与福州园的香气，这趟关于信任与发现的旅程，让我们触摸到了冲绳更深邃的肌理与温度。冲绳不只有大海，更有值得细细品味的故事。下一次不妨也试试这样的打开方式吧。